上一世我以命护国，这一世刚睁眼就被晋王所侯。龙国龙脉一断，国运将亡。龙脉一断，唯有你的符术可救苍生。照理，天下托付于你。别战！愿随师姐共赴黄泉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失法，给我破！凡事之理远超预料，这一次我终究是逃不过一死。我没死，这具身体伤得太重了。这是地心命格，原来是他的地心子气，助我在这具身体里死而复生。刚才不是连气都没了吗？死人还能这样张牙舞爪？我能救你。你要如何救本王？让我待在你身边半年，我会让你知道怎么救。我现在太虚弱了，需要时间恢复，更需要他的地心子气续命。你倒是先深说说，本王哪里需要你救？想死？确定不需要我救吗？这个交易你不吃亏，毕竟你这条命很贵重，没我救你，也活不了几年。世子，那丫头在马车上。世子，这马车看着也眼生，小的们怕惹事儿，这才没有上前抢人。哼，管他眼生眼熟的，把人给本世子拉出来！大胆！晋王回京，谁敢放肆？晋王又如何？太后宠爱我，他难道还敢为了个下贱丫头动我不成？晋王，我是清夫侯府的朱明浩，那个丫头是我小妾，你快把人交出来！你堂堂王爷，难道要捡本世子的妾吗？晋王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竟然碰了我的小妾，下贱丫头，不要脸，不知羞！王爷恕罪。小妾？他做梦！既然你说能救本王，那外头这条乱飞的狗，你要如何处置？借王爷的马鞭一用，我要亲手打狗。运符发黑，死气传身，这种垃圾也配惹我？就你这脚步虚浮、死气传身的短命相，也配纳我为妾？让你嘴贱，让你乱废，真以为这间京城是你家开的？你给本世子等着，我一定饶不了你！刚进城就被盯上，与陆家脱不了干系。既然晋王答应护我，这虎皮不用白不用。我跟晋王早就两情相悦，定了终身。晋王是我未婚夫，你要找我麻烦，可得掂量着点。哼，未婚夫？这丫头胆子真是大的包天了。去陆府，陆昭玲陆小姐是大人之女吧？确实是我那不成器的女儿，她人呢？陆小姐身体不适，请大人找2个人出门扶她。她自己到了家门口还不能进来，还得让人去扶。乡下养大的孩子怎么能娇气成这样子？太不像话了！吵什么？没听到晋王送她回来的吗？去迎晋王！陆大人准备让他们去扶陆小姐。对，我这一听到晋王来了，激动的脑子不清楚，夫人还不赶紧叫2个丫鬟。下官陆明见过晋王，恭迎晋王回京。陆大人养了个胆子很大的千金。王爷，下官这个女儿自小养在乡下，
肯定是性子粗鄙，言辞无事。要是有冒犯王爷之处，王爷只管责罚。沈香千金沈香举的是京城贵女之首，晋王是她的心上人，这个乡下丫头算什么东西？等下府大夫会来给她治伤，在她醒来之前，好生照顾着。别装死了，别装死了！你就是那个在乡下养了10来年的野种，你就这样衣衫不疼的回来了？是不是早就失了清白，成了残花败柳了？你敢打我！嘴巴这么臭，出门没吃药就多吃点巴掌。云儿，反了你了！一个不知廉耻的野丫头，竟敢殴打长姐！来人，把她给我绑起来！不知廉耻，你一个爬床的陪嫁丫鬟，也配跟我谈廉耻？当年你趁我娘怀孕，半夜爬上主子床榻的事，要不要我到京城大街上给你好好宣扬宣扬？奴生女！住手！老朽奉晋王之命来为二小姐看诊，闲杂人等退下吧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这等致命伤，常人早已昏死，二小姐竟还能如此清醒，简直是奇迹。这老头额头盘旋着一团死气，他是晋王派来的，正好借势来帮我立威，改善处境。这房间实在是太破了。傅大夫，比起我的伤，你最近是不是夜夜头疼欲裂，犹如针扎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印堂发黑，死气传身。二小姐懂玄黄之术，老朽这头疼，确实遍寻名医无果，苦不堪言呐。把你的贴身玉佩给我。头疼消失了，二小姐神迹，老朽心服口服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我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，这屋子我睡不惯，晚饭我要喝百年老参炖的鸡汤，还要2个机灵的丫鬟。二小姐放心，包在老朽身上，老朽这就去跟陆大人好好说说。陆大人，晋王殿下千叮咛万嘱咐，要好生照料的人，你们竟让他睡这种破屋子！晋王说了，二小姐必须住最好的院子，喝最好的参汤。是，下官马上安排。王爷，您终于回京了。王爷，这是老奴精心培养的青灵和青音，正好给王爷放在房里伺候。让他们收拾包袱去陆府，以后跟着陆二小姐。陆二小姐？哪个陆二小姐？陆明之女，陆昭明。陆明，那个从五品的小官，他女儿怎么攀上王爷的？半路上定的。陆二小姐是本王的未婚妻。啊！王爷，老朽刚从陆府回来。哦，她如何了？王爷，陆二小姐真乃神人也。老朽这头疼顽疾，她竟一眼看破是死气缠身。她只用一块玉佩，就将死气悉数化解。老朽现在神清气爽。死气，看来她不仅能压制本王胸口的诅咒，还真有几分真本事。只是那陆家人实在可恶，
二小姐受了那么重的致命伤，他们竟把她扔在破败的下人房里，连口热水都不给。被车本王的人，他们也敢如此怠慢。既然他能救本王的命，那这一只野猫，本王圈在身边了。谁敢动它，就是动本王的命。石玉，你刚回郊，不在府里歇着，连夜进宫，所为何事？臣弟恳请皇香赐婚。哦，你这铁树终于肯开花了。是哪家的千金能入得了你的眼？沈相家的还是镇国公家的？陆明之女，陆昭礼。陆明，那个从五品的小官儿。胡闹！你堂堂晋王，怎么能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小官之女？此事太过草率，朕不同意。臣弟并非素未谋面，臣弟对她一见钟情，命中注定。石玉身子不好，这些年难得对什么人上心。罢了，一个小官之女，总比娶那些权臣之女让朕安心。你当真非她不娶？非她不娶。好，朕答应你。不过，太后那边可是早就给你物色好了沈香君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太后驾到！太后驾到！皇帝，儿臣见过母。哀家听说晋王连夜进宫求赐婚，这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湘西这孩子才貌双全，知书达理，才是晋王妃的最佳人选。我堂堂相府千金，京城第一才女，绝不能输给一个刚从乡下接回来的野丫头。皇上，王爷，臣女对王爷一片痴心，京城皆知。如今太后有意撮合之事，已在京城传扬开来。若王爷不肯成全，臣女以后还有傲何颜面出门见人？求王爷垂怜。这沈家丫头好深的心机，竟敢拿名声来逼婚。求王爷垂怜。拿名声来逼本王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比起那只敢拿鞭子抽人的野猫，这副做作的嘴脸真令人作呕。沈小姐没脸出门，与本王何干？本王要娶的另有其人。放肆！皇上，太后不好了！宁寿宫传来急报，太上皇他老人家突然大口吐血，快不行了！父皇，我胸口的诅咒在暴动。太上皇，您睁眼看看啊！湘君是个好孩子，她愿意嫁给时运啊！太上皇，臣女愿意嫁入晋王府，哪怕是冲喜，臣女也心甘情愿。有造化。不对，父皇的生机在飞速流逝，那股死气正在顺着秘法反噬过来。快，去陆府，把陆昭苗给本王接进宫，快去！晋王府的暗卫突然像疯了一样来接我，难道是那家伙的诅咒提前爆发了？地云，太上皇，归天了！太上皇驾崩了！怎么回事？五脏六腑像被撕裂一样，痛
同命秘法的反噬来了。不好，他身上的地心紫气正在疯狂溃散，死气正在吞噬他。给我去！做了什么？本王的腿疼竟然消失了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你和太上皇被人下了同命秘法？太上皇死，你也会死。你既然看出来了，可有破解之法？太上皇已死，同命秘法不能彻底断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必须让他死的不那么彻底。只能强行扣留他消散的一半生机，骗过天道了。那好，这上面有他一半生机。喂，他竟然真的做到了。石玉，父皇尸骨未寒，你竟然在宁寿宫抱着个女人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绝不能让皇兄知道他刚才干了什么，更不能让人看到他的脸。皇兄误会了，这不过是个潜入宫中偷东西的小贼。小贼？你当朕瞎了？刚才趁乱摸进宁寿宫，被臣弟发现，已经死了。清风，把这死贼扛出去，丢了。王爷，您这么咒未来的娘妻，等她醒了，您可怎么哄啊？放肆！宫里怎么会进贼？禁军是干什么吃的？皇兄，刚才父皇临终前拉着臣弟的手，留下了遗愿。父皇说了什么？父皇说，他走得不安心，让臣弟亲手刻下这块灵佩，立刻供奉到皇家祖庙。他要在那里看着我大周江山。父皇用心良苦啊！既然是父皇的遗愿，你立刻亲自送去祖庙供奉，不得有误，不得有误。臣弟遵旨。总算把这生机赔过了明路，接下来该解决赐婚的事。石玉，刚才在宁寿宫，太后和沈相千金的意思你也听到了。你觉得沈香居如何？沈香君哭哭啼啼，矫揉造作，臣弟看着就心烦。反正臣弟这身子也活不长了，娶谁都无所谓，只要不是太后塞过来的人就行。沈相权倾朝野，若石月真娶了沈香君，太后和沈家的势力就太大了，绝对不行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既然你不喜欢沈香君，那之前你求娶的那个陆明之女叫什么来着？陆昭玲，一个乡下刚接回来的野丫头罢了，粗鄙无知。臣弟也就是图个新鲜。好，乡下长大的好啊，心思单纯，好生养，就她了，朕这就拟旨，立刻赐婚，免得太后那边再横生枝节。多谢皇兄成全，这只野猫终究是落到本王手里。周时月那个混蛋，竟然敢跟皇帝我是个死掉的小贼，还让人把我扛出去丢了。
哼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奴婢见过二小姐。奴婢青音，奴婢青灵。我二人原是晋王府的暗卫，奉王爷之命，以后贴身伺候，保护二小姐。你不干净。二小姐，奴婢洗过手了，这碗很干净。我说的是你这双手，不干净。你最近杀过人，而且杀的是个极其污秽的恶人，死气缠在你的手上，没洗干净，冲撞到我了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我做的神不知鬼不觉。你杀的那个男人，企图玷污你的亲妹妹，对吧？二小姐神机妙算，那畜生企图玷污妹妹，奴婢杀了他，绝不后悔。我没说你杀错，但死气缠身，久了会影响你的运势。去弄些艾草和石榴叶，煮水洗手3遍，这污秽就干净了。多谢二小姐指点。父皇，您当年为了保住儿臣的命，不惜动用同命秘法。如今您走了，却又留下一半生机让儿臣苟活。父皇，儿臣要娶妻了，她叫陆昭离，是个胆子极大的女人，敢扯本王的衣服，还敢说能救本王的命。既然她卷进来了，这辈子就别想逃。看来父皇对这个儿媳妇反应很大呀。娘，我的脸！我要弄死那个贱人！我要弄死晋王！娘，给我报仇啊！娘，那个贱人把我打成这样，晋王还纵容他，你一定要给儿子做主啊！你一定要给儿子做主啊！我要弄死那个贱人！我儿放心，晋王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快死的病秧子，太后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娘这就进宫去找太后撑腰，定要让晋王把那个小贱人交出来，任你处置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宫里传来丧钟，太上皇驾崩了。太上皇驾崩，全国进入国丧期，这个时候谁敢去触皇家的眉头？儿子的仇只能先忍了。圣旨到，陆府上下速速接旨。老爷，难道是皇上听说了云儿的才名，要给云儿和二皇子赐婚了？一定是二皇子求了皇上，我终于要成为皇子妃了。那个乡下贱种，这辈子都别想骑到我头上。陆二小姐何在？这可是赐给她的圣旨，怎还不来接旨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明之女陆昭仪，温良婚厚，品貌出众，特赐婚于晋王周时训，则即日完婚。亲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晋王怎么会看上这个乡下贱种？他凭什么一跃成为亲王妃，压我一头？完了，这死丫头要是当了晋王妃，还能有我们的好日子过？臣女接旨，谢主隆恩。陆昭玄，你得意什么？晋王
可是个快死的病秧子，你嫁过去就是守活寡。你以为你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放肆！圣旨已下，我现在是晋王未婚妻，按辈分，你大姐若是嫁给二皇子，还得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皇婶。昭灵啊，这门婚事万万使不得。你大姐与二皇子早有婚约，你若是嫁给晋王，叔侄娶了姐妹，这岂不是乱了皇家的规矩？就是，你难道想让陆家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吗？你赶紧去求皇上，把这门婚事退了。退婚？皇上既然下了圣旨，难道他不知道这层关系？皇上都不怕乱了规矩，你们在这里瞎操什么心？若是昭熙真成了晋王妃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晋王的岳父？这可是天大的荣耀！爹，您别糊涂了，晋王和太子关系向来亲近，二皇子可是太子的死对头。您若是成了晋王的岳父，二皇子还会要我吗？况且这剑种根本不受您控制，他当了王妃只会报复我们。昭云说的对，这门婚事必须退。陆昭灵，你马上跟我进宫，去求皇上收回成命。让我去退婚，行啊。圣旨就在这儿，你们谁有种，自己拿着去御书房抗旨，没种就给我闭嘴！二小姐，这可是圣旨，不能如此随意放正，若被外人看到，可是大不敬之罪。一张破纸罢了，放哪儿不是放？对了，太上皇驾崩，皇子们需要守孝多久？回二小姐，按照祖制，皇子需守孝1年，期间不得婚嫁。1年，正好。我这具破身体恢复也需要时间，这1年刚好可以借着晋王未婚妻的名后，好好整顿一下这个陆家。你们2个，明天回一趟晋王府，去问清楚周时运，你们是暂借给我的，还是直接送给我的？二小姐的意思是，如果是借的，你们随时可以回去；如果是送的，那就把你们的卖身契拿回来交给我。我陆朝阳的人，命只能捏在我自己手里。这是他在乡下丢失的包袱，本王让人找回来了，你给他带回去。是王爷。二小姐让奴婢问您。你们自己选，想留下卖身契拿走，想回来，本王也不拦着。二小姐，奴婢们想好了，从今往后，奴婢们的命就是二小姐的。求二小姐收下我们。好，既然跟了我，以后就没人能欺负你们。你叫青灵，这名字与你命格相冲，灵字太轻，搭不住你的八字。你是不是每隔3年，到了7月就会大病一场，险些丧命？二小姐神算，奴婢确实每到7月就险些丧命。以后你就改名叫青宝，宝字压阵，可保你平安顺累。多谢二小姐赐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……二小姐，您看厨房给的什么早饭？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！奴婢去厨房立论，他们还说二小姐在乡下吃惯了粗糠，吃不惯精细的。奴婢这就去教训他们。不急，这饭确实没法吃。青音，走，跟我去院子里。二小姐，去院子里做什么？既然陆家不给饭吃，那我们就自己去捡银子买好吃的。
青音，把这块砖挖开。二小姐，您怎么知道这里埋着宝贝？算出来的。走，去外面再转转。那听暖楼的乡下丫头还想吃好的？我呸！给她个硬馒头就对得起她了。就是得罪了夫人和大小姐姐，还想在府里好过。刚才那碟辣酱菜是你准备的？是我准备的又怎样？府里就这规矩。规矩？往主子的菜里吐口水，也是陆府的规矩？你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吐口水了？你有证据吗？我陆昭陵说的话就是证据。二小姐饶命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是三小姐陆昭月给我塞了银子，指使我往您的菜里吐口水的。既然你这张嘴这么喜欢吐口水，那就该好好洗洗。青音，给我打嘴20。不要，二小姐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饶命！都给我听好了，下午饭和晚饭，如果再敢敷衍了事，或者动什么歪心思，这就是下场。哟，红枣燕窝，还有这些精致的点心，青音全端走。反了！他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打人抢东西！陆夫人的燕窝味道确实不错。二小姐，您太厉害了！刚才奴婢把您挖出来的金耳坠和银盒拿去当铺，足足换了70两银子呢。陆昭林，你个小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竟敢在厨房打人抢东西，反了天了！陆夫人好大的威风！怎么，那恶仆往我菜里吐口水，我不该打？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。当年你带着的那个瓷人，你赶紧交出来，那本来就是我嫁妆里的东西。那会儿你哭闹着喜欢，才让你带去了乡下。原主记忆模糊，但那瓷人绝对不可能是这毒妇的嫁妆。乡下老陆家想方设法偷抢，甚至毒打逼问，这瓷人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什么瓷人？就是你母亲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白瓷小人。你别装蒜！哦，那个乡下日子苦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早就不知道丢哪里去了。丢了！你竟然把它丢了！老爷交代过，在拿到瓷人前绝不能得罪他。丢了就是丢了。青音，送客。以后这种乱废的人别放进院子。你敢动我！来人，快护着我！夫人请吧，二小姐需要静养，若再敢喧哗，你给我等着！这陆府还轮不到你一个乡下丫头做主。王爷，二小姐这也太嚣张了，连继母都敢直接干，还纵容暗卫拔剑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名声可就全毁了。名声？本王的女人需要什么好名声？嚣张点好，省得被人欺负了，丢本王的脸。原来大靠山在外面听墙角呢，既然来了，就让你听个够。嚣张怎么了？靖王就喜欢我这嚣张的样子。这野猫借本王的势倒是借得越发顺手了。爷爷，我的头好痛，像要裂开了一样，救命啊！成儿别动，让爷爷施针。怎么会突然发病？脉象混乱，这根本不是寻常的病症。头痛欲裂，这症状怎么跟我之前一模一样？老夫思来想去，我们爷孙俩最近共同接触过的外来的东西，就是
就是成儿前几日从郊外口里捡回来的这个根雕。当时老夫还夸他雕工好。快，拿块黑布过来。这东西太邪门了，只有陆二小姐能救成儿。快，备马车去陆府。二小姐，救命啊！老朽的孙子突然头疼欲裂，跟老朽之前的症状一模一样，求二小姐大发慈悲。打开。陆小姐，要真是这根雕邪门，你碰到了会不会有危险？把那东西放下，退后！这根雕上沾染了极重的死气，你孙子是被死气入体了。二小姐能救吗？这具身体太虚弱了，刚才看那眼死气耗费了太多灵力，现在去救人，怕是会遭到反噬，必须得去补魔了。救人可以，但我得先去见晋王一面。见晋王？这救人跟见晋王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我得去吸他几口紫气，不然没力气干活。我要出门去宫门口等晋王，去备一辆马车。二小姐要车，这得按规矩办。你去请示大小姐，就说二小姐要借马车。管家，大小姐说了，她的马车要保养，谁也不借。二小姐，您看，这府里的马车实在腾不出来呀。不借，行。青宝，我们走。既然这么喜欢站着刁难人，以后就多跪着。这夫人身上沾染了极重的病气，看来家里有久治不愈的重病患。这位夫人，借马车一用。你是何人？我为何要借你？就凭我能治好你家里的怪病，而且我没看错的话，今早病人还吐了你一身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知道我女儿病了，还知道她今早吐了我一身？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你女儿这病，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你真有办法？只要能救我女儿，别说借马车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我没空，但我能让府大夫亲自登门为你女儿看诊。姑娘刚才说能请动府大夫，你是陆府的陆昭离。陆昭离，那个刚被赐婚给晋王，传闻中粗鄙不堪的乡下丫头，这气度哪里像乡下人？陆二小姐，这么快就想本王了？少废话，借点东西。他竟敢直接硬闯晋王的马车！陆昭离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别动，让我吸几口。你左手碰过什么女人？本王从不近女色，今日只在宫中扶了一把快摔倒的芹菜黑。那你可得小心了，这香粉可不是什么正经东西，有类似合欢散的作用，专催情欲。秦太妃，
好大的胆子！谢了，我还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用完就扔，这野猫真是欠收拾。二小姐，您终于来了！二小姐，您终于来了！快救救成儿！爹，您是不是糊涂了？这丫头看起来才15、16岁，头上还包着渗血的纱布，她能治什么病？就是啊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她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别把成儿治坏了。姑娘，人命关天，这不是你招摇撞骗的地方，请你出去。再耽搁半炷香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傅大夫，准备玉石、玉枕、玉佩，越多越好。快，取玉石来！你敢动我儿子试试？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滚开！我治病的时候，谁敢插嘴，我就把他扔出去。傅大夫，把这玉枕扔到门外太阳底下去，快！是。成儿没事了，人救活了。玄门规矩，因果两清，枕金100两。多谢陆小姐救命之恩，我们府家定当奉上最丰厚的枕金。陆小姐，这是3000两银票，一点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根雕是刚从死人墓里挖出来的陪葬品，墓主是病死的，怨气不散，化作死气缠在上面。原来如此，这邪物该如何处置？还挺顽固。把这灰埋到郊外十字路口，就彻底干净了。以后遇到诊不出的怪病，随时去陆府找我。陆小姐真是活神仙啊，长得又俊俏。成儿尚未婚配，不知陆小姐可愿？不是，慎言啊！陆二小姐已经被皇上赐婚给晋王殿下了，她现在是未来的晋王妃。怎么样？那个瓷人从他手里拿到了吗？那个死丫头说，在乡下吃不上饭，早就当了换窝头吃了。糊涂！那瓷人可是他怎么敢丢？老爷，妾身觉得不对劲。那丫头嚣张跋扈，还会妖法，这哪像是在乡下受苦长大的？金婆婆，你仔细说说，在回京的路上，二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性子？回夫人，二小姐一路上畏畏缩缩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是个三脚踹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啊！畏畏缩缩，闷葫芦。那现在家里这个敢拿鞭子抽世子、敢打长姐、敢直呼晋王名位的煞星，到底是谁？难道接错人了？还是说他被什么孤魂野鬼附身了？你到底是谁？